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胃肠的异常声音。胃肠的异常声音主要有呕吐、恶力、嗳气和肠鸣4种声音。首先，我们来学习呕吐的声音。呕吐是指饮食物痰涎从胃中上涌，有口吐出的症状，其中有物有声为呕吐，有物无声为吐，有声无物为干呕。呕吐的病变部位是在胃，任何寒热虚实的原因，只要引起胃的病变，都可能会引起胃气上逆而出现呕吐。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呕吐的声音的强弱、吐湿的缓急以及呕吐物等来判断病症的寒热虚实。比如，吐湿徐缓，声音微弱，吐物比较清晰，通常见于虚寒症，它是由脾胃阳虚、脾湿健运、胃湿和降、胃气上逆所导致的。吐湿较猛，声音壮丽，突出黏痰环水或者酸腐苦水，通常是属于实热症，它是由热伤胃经、胃湿濡阳、胃气上逆所导致的病症。暴病的呕吐通常属于实症，久病的呕吐通常属于虚症。呕吐酸味实迷，多是因暴饮暴食或过食肥甘厚味、饮食极致于胃脘、胃气上逆所导致的病症。共同进餐都发生呕吐，多因为食物中毒所导致的。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为胃反，多见于脾胃阳虚症。口干欲饮、水入即吐，称为水痢，因为饮邪停胃、胃气上逆所导致的病症。第2种胃肠异常的声音称为恶痢。恶痢是指的胃气上逆，从咽喉发出了一种不自主的冲击声，声短气平、鹅耳作响的一种症状，俗称为打嗝或者是打嗝。恶痢的定位同样也是在胃，任何寒热虚实的原因，只要引起胃的病变，都可以引起胃气上逆而出现恶痢。所以可以通过恶痢的声响来判断疾病的寒热虚实，比如耳声平平、高亢而短，声音有力多为实症热症；耳声低沉、声弱无力多为虚症和寒症。心病恶痢声音有力，都属于实症，通常是由于寒邪或者是热邪克于胃所导致的病症。久病重病恶痢不止，声低气切无力，都属于虚症，为胃气衰败的危重症候。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在生活中突然恶痢，耳声不高不低，没有其他的病史或者是坚症，多因为饮食刺激或者是偶感风寒引起的短暂恶痢，一般不作为病变状态，可以通过打喷嚏，也就是取涕，或者是屏住呼吸，也就是屏息，或者是通过惊吓，也就是大骇等等方法来缓解。第3种胃肠异常的声音称为嗳气。嗳气是指的胃中气体散出于咽喉而发出的声响，其声长而缓的症状。前面讲过，恶痢称为打嗝，嗳气呢就称为打饱嗝。恶痢和嗳气的主要区别是，嗳气是指的胃中之气散出于咽喉而出，而发出声音长而缓；恶痢是喉中气逆而发出的声短而平的声音。嗳气的病变部位同样也是在胃，任何引起胃的病变都可以导致胃气上逆，可以引起嗳气。所以通过听嗳气的声音以及伴随的症状，可以判断疾病的寒热虚实。比如嗳气酸腐，见有脘腹胀满者，通常是宿食极滞引起的实症。嗳气随着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声响而平，嗳气后腹胀减轻，就是肝气犯胃的一种病症。这种嗳气在临床上常见于精神紧张、焦虑、生活或者是工作压力大之后的病人。这种嗳气在生活中非常常见。另外，嗳气低沉短续，
没有酸腐气味，兼有纳呆、少食等等症状，是胃虚气利的表现。嗳气平坐，没有酸腐的气味，同时兼有脘腹冷痛，多见于外感寒邪克胃的实寒症，或者是为阳亏虚的虚寒症。需要注意的是，当吃饱饭以后，或者是喝了汽水以后，偶尔出现嗳气，没有其他的兼症，则不属于病变状态，不需要治疗。第4种胃肠道的声音就是肠鸣音。肠鸣音是指的气体或者是液体通过肠道时而产生的一种气过水声或浮泡音。正常情况下，肠鸣音声低弱而和缓，一般来讲，大约每分钟4到5次。肠鸣音增多或者是稀少都是不正常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肠鸣音增多。肠鸣增多是指肠鸣音每分钟超过10次以上。如果肠鸣增多伴有如狼裹水、怒怒有声者，称为正水声；若是饮水之后出现，都属于正常；若非饮水而常见此声，多为水饮停胃的表现。如果肠鸣因饥饿寒冷而明显，称为饥肠辘辘。这种肠鸣得温得实则减，饥饿寒冷则加重，为中气不足、胃肠虚寒的表现。肠鸣因高亢贫瘠、脘腹痞满、大便泄泻，都为感受风寒湿邪、胃肠气机紊乱所导致的。肠鸣腹痛、泻后痛安，伴有胸胁满闷不舒者，为肝脾不调所导致的。下面我们来看看肠鸣音稀少。肠鸣音稀少是指的肠鸣音每3到5分钟才有1次。肠鸣音稀少主要是肠道传导功能障碍，可因为湿热蕴结肠胃，肠道气机受阻，或者肝脾不调，气机瘀滞，肠道腑气欠通，或者是脾肺气虚，肠道虚弱，传导无力，或者是阴寒凝滞，气机阻滞，肠道不通所导致的。肠鸣消失、腹胀满疼痛者，多属于胃肠气滞的重症，可见于肠痹或者是肠结等病症，通常需要外科紧急处理。以上是胃肠的异常声音，包括呕吐、恶利、嗳气和肠鸣音等等。其中，呕吐、嗳气、恶利均与胃气上逆有关。这3个症状可以同时出现，也可以单独出现。本节课就上到这里。